男人把一个紫薯放进盆里，不一会儿竟变成满满的一盆地瓜，随后将妻子的发簪也放了进去，紧接着又变出满满的一盆发簪。见多识广的老头一眼就看出这盆不简单，他连忙掏出仅剩的一枚铜板放进盆里，这一操作果然让他赚得盆满钵满。原来小伙本是员外家的放牛娃，奈何文化水平太低，每次只能放一只牛，因此才会家徒四壁。如今更是花光所有积蓄，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，因此更是引得一群恶少的嫉妒。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吗？说赵彤根本没有能力养他，如果真的是为了若水好，就不应该让若水跟着他吃苦。殊不知若水本来的相貌堪称如花似玉，但赵彤并没有因此嫌弃他，反而义无反顾地和他成婚。二人的情感彻底感动了土地公、土地婆。土地婆施法用神仙水彻底修复了若水的容貌。赵彤出门上班的时候，若水追出来将饭团给他，不料放牛途中却遇到恶霸黄小玉。作为富二代的黄小玉家财万贯，却竞争不过一个穷小子。黄小玉带着手下将他一阵毒打，就连他放的牛也丢了，因此也被老板炒了鱿鱼。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来到土地庙。我的妻子若水现在还在家里，满心期待的等着我回去呢，我怎么向她交代呀？土地婆知道赵彤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她决定帮他渡过难关。随即她变成一个小沙弥出现在二人的眼前，将聚宝盆送给了他们夫妻俩，希望能帮他们改善生活。于是便发生开头的一幕。下午赵彤就带着若水去买布做衣服，还给了路边行乞被欺负的大爷一些钱。这一幕恰好被土地公张福德看到，他惊讶不已，原本一穷二白的放牛郎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阔绰？不过他很快就想到，这一定是秀文搞的鬼，于是决定先跟过去看看。赵彤一家现在有了钱，赵老爹就想着干脆换一间大房子，这样以后有了孙子孙女也住得开。赵彤觉得爹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吃过饭后便拿来了聚宝盆，往里扔了一枚铜钱，瞬时间铜钱变出了满满一大盆。福德看到这一幕气愤不已，这个聚宝盆的确是秀文的，他施法定住了屋里的三人，然后把宝盆换走了，去找秀文对峙。秀文说，我只是想帮他们改善生活而已，况且你天天强调有求必应，我听了你的话，你现在却来指责我。福德无奈地和他讲道理，这样做不是帮他们，而是害他们。做人就应该勤劳致富，而不是不劳而获。秀文自知理亏，只好承诺以后不使用聚宝盆了。而对此事毫不知情的赵家父子一大早就拿着钱准备去买大房子，在街上碰到胡大婶被黄公子的手下拖走了，父子二人担心胡大婶的安危，便跟了上去。原来胡大婶的丈夫生前欠了黄公子500两，现在加上利息，总的变成了1000两。她丈夫死了，这笔欠款就得由胡大婶来还，可胡大婶哪里还得起？黄公子便要她拿命抵债。笼子里有一只毒蜘蛛，他让人压着胡大婶的手往里伸进去，胡大婶拼命的挣扎，但都无济于事，眼看着手就要被塞进去，赵彤终于忍不住上前阻止。胡大婶欠你的钱，我替他还了。随后赵彤签字画押担下了这笔账，还把身上打算买房子的100两先拿出来还给黄公子。赵彤回到家后立马拿出宝盆，想要变出更多的铜板，结果等了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若水让他别着急，再试一次看看。赵彤拿出铜板，祈祷着将铜板丢进去，结果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下赵彤彻底慌了，只见他上下不停地摆弄手中的聚宝盆，怎料一不小心就把它打碎了。没有聚宝盆的赵彤因无力偿还债务，被债主狠狠地揍了一顿。黄小玉一直爱慕他的妻子，决定看在若水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，只要赵彤把手伸进蜘蛛笼里，没有被咬伤，这900两的欠债就一笔勾销。赵彤颤抖着把手伸进去，黄公子在一旁慢悠悠地数着数，只要数到3，赵彤没事，那这笔债便一笔勾销。可黄公子岂会这么轻易放过他？数到2就停下来了，还故意拍打笼子，试图让蜘蛛咬赵彤一口。就在这时，土地公和灶神来了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两神都被吓得后退。福德略施法术，笼子直接飞起，然后掉在地上，毒蜘蛛爬了出来，慢慢朝着黄公子而去。他被吓得连滚带爬的想跑，没想到又摔了一跤。福德很是奇怪，自己的法术怎么变厉害了？转头看去，原来是土地婆秀文，他也来看看情况。黄公子再次爬起来想离开，福德却不让他走，把大门关上了。黄公子直接被撞得眼冒金星，令他更崩溃的是，毒蜘蛛居然爬到了他身上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赵彤让他遵守诺言，拿出戒具，这账一笔勾销。黄公子却说，你只要把蜘蛛弄走，我立马给你戒具。赵彤答应了，若水却拉住了他。黄公子，戒具本来就应该你给，现在要我们帮你，得要1000两啊！你们趁火打劫呀！反正那些钱呢，都是你欺诈百姓得来的。你要是不肯，就算了。那等一下被黑寡妇咬到了，你就死定了。好，我给，快！黄公子从怀里拿出戒具和1000两银票给了赵彤，赵彤这才用扇子将蜘蛛弄走了。这件事总算有惊无险的结束了。赵彤一家人成为了有钱人后，并没有丢失善良正直的本性，他们常常会给村上的穷苦人家施粥送米，广结善缘。因为赵彤和若水幸福的在一起，还发家致富了，所以福德打赌输给了秀文，被他收走了全部俸禄。福德为了搞点零花钱，
竟然背着秀文开了一个发财钱庄，就是百姓急用钱时可以向发财钱庄借，需要借一还十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借到钱，只有品性纯良、为人正直的人才有资格拿到发财钱庄的请帖。借到钱，到时他们还的利息，福德也会拿出来替百姓做善事，这简直是一举多得呀！可惜好景不长，这件事很快就被秀文知道了，他非常生气，让福德立马关了钱庄。要是被他爹城隍爷知道此事，那他们俩都会吃不了兜着走。福德却说这钱庄是为老百姓做好事，为什么要关？况且还有银子没收回来呢。秀文问他到底借出了多少钱，福德脸色一变，没有说话。秀文懂了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让刘和尽快还钱，然后在城隍爷回来之前把发财钱庄关掉。这时福德突然想起来，刘和的哥哥刘家明天就要回村了，那个大骗子一回来，那他们帮助刘和还钱的计划一定会受到阻碍的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秀文和福德就打算在村口堵刘家，阻止他回村。很快刘家就来了，他遇上了一个女人带着家仆正在寻找离家出走的妹妹。刘家看他穿着打扮应该是个有钱人，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拿着一条金链子去和卖茶的老板换茶叶，老板知道他就是个大骗子，说什么也不肯换。刘家转头就找上了刚才的女人，说自己想买点茶叶，但忘了带钱，问他可不可以便宜买下这条金链子。女子自然不会买，起身就要离开。刘家赶紧说，我刚刚听到你们在找人，我就是这个村子的，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，我可以帮你们找人。女子一听，当即拿出银子买下了金链子。银子一到手，没等三人反应过来，刘家就撒腿跑了。家仆这才发现金链子是假的，三人赶紧去追刘家。刘家横冲直撞，正好遇上了秀文和福德。等他们全部都跑过去之后，福德才想起来那个人就是刘家，赶紧跟上去看看。刘家跑回了家，告诉弟弟有人在追他，让刘和帮忙挡一下。刘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能帮哥哥挡住了来人，可很快他就被推倒在地。女人的家仆直接撞开门抓住了刘和，没想到刘和不但不还钱，还骗女人说他上有父母要照顾，下有7个孩子等着要吃饭，弟弟也是个傻子，一大家子都指着他一个人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才会骗钱的。刘和为了哥哥不被抓走，也只能配合他演戏。女人相信了他的胡编乱造，可以不计较他骗钱的事，但要刘家帮着寻找自己的妹妹。刘家满口答应下来，女人这才带着家仆离开了。刘家得知爹被他气死后，不但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，还提出要和刘和分家。